Hello， 我是莹莹。今天这一期的话算是比较紧急的加更。那我为什么会做这一集呢？是因为我前几天我才发现了这个超好用的工具。想说身为一个创作者的话，应该要把这么好用的工具分享出去。这个工具叫做 Notebook LM。这个工具绝对会成为你的神队友，在你之后做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它绝对可以加速你不论是会诊或者是理清自己的思绪，也或者就是像我是影片创作者的话，我可以把影片的部分丢给他去分析我的优缺点。那接下来我就会大概示范一下他怎么用，然后把我的上一支影片，就是去大稻埕的那支影片啊，丢给他，让他去分析，并且重制了一个影片。所以我等一下也是会跟大家一起看它这个重制的影片。那现在我就来操作一下，它的界面就非常简单，你只要搜寻 Notebook LM， 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个画面。账号的话就是用你的 Google 账号就可以了。一刚开始的话，它这些都没有，你就是先建立一个新的笔记本。然后像我这个的话，就是之前我已经使用它了，所以它就会有新的一个笔记这样子。这时候呢，你就是把它按新增。这边它可以上传的档案有这些 PDF 啊、文字档啊、音讯啊，然后我是用这个连结，然后你就可以按这个 YouTube， 然后就贴上你的网址。那我上一支影片是这个，讲的就是大稻埕过去的历史，然后跟义旦女给有关，讲他们是台湾职业女性的一部分的前身。然后我整支影片大概12分钟，所以我就贴这个网址，贴到这边，贴上来之后啊，丢进去之后，它就会开始分析。然后他就分析说，这一则影片的内容就是带大家去看大稻埕历史，外加结合美食，主要的就是探讨这个城市的日治时期的商业文化，还有氛围等等之类的，这就是它的简略概略。然后它旁边呢有一个工作室，你可以让它生成语音摘要、影片摘要、什么心智图报告、学习卡这些。然后我那时候让它生成那影片摘要在这里，或者你要让它生成语音的话，然后就点它，然后它就开始跑。而且它跑的速度其实蛮快的，像我影片摘要生成，它大概只花了3分钟吧，反正绝对不会超过5分钟，就是非常的迅速，它就生成了这样的一支影片，而且这个影片很厉害，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然后它现在在跑这个语音摘要，在跑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在那边问他，就例如说，这支影片的优缺点，就是这支影片的优缺点，他就回了。然后他就帮你分析，然后他跑出来之后呢，就会跟你说这支影片的优点是什么，然后什么利益深远啊、教育意义、探索城市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它可以帮助你去改善你的之后要制作的内容，因为它是大数据这样连下来、分析下来，告诉你这个结果。你还可以问到别的，例如问他说怎么让观众看完这支影片啊，前面要怎么修改才能让观众看完这支影片？我觉得写那个观看率好了，然后它就会跑，一样就是分析。我觉得现在的 AI 真的是非常的聪明，同时他们可能数据库收集的越来越多，所以就变成说，他们现在的分析，我觉得也是越来越好，比起他们刚出来的时候，真的确实越来越好。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这个节奏被打乱，或是接入太慢，或是元素过度混杂。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像我的这支影片，可能就是一直不断的中间有穿插吃的东西，然后讲历史讲到一半，然后突然就穿插一个吃的，然后讲一半，然后穿插一个吃的，就变成说，这样可能会打断观众听这个故事或观看这个故事的节奏。那我下次我就会知道说，那我下次影片可能就是食物的部分可能集中在一段落，然后讲故事讲历史，然后可能会集中在一段落，就不要一直这样穿插。讲到这里就有写嘛，在历史悬念刚被抛出来的时候，就是主持人就接着说，那来一杯现榨的金桔柠檬汁，然后说这个中断点可能会让历史爱好者感到不耐烦，对，建议修改等等之类的，就是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做。然后给你建议，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试试看。因为观众不一定会留言告诉你说他不喜欢这支影片，或是他觉得这支影片有什么问题，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划掉，就是说那我不喜欢，我就直接划掉。就变成说你也不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那这个东西呢，我觉得非常棒的是，就是你可以知道问题点在哪里，然后你下一支影片就是试着去做看，
做完之后，说不定会有更多的观众回馈给你，或者是说观看率会变高，续看率会变高等等之类的。我前几天对，我前几天因为我的网速比较慢，我可能只有2G 吧，就是网速比较慢，然后我才发现这个东西，然后想说天啊，这个好棒哦！而且因为它会非常的有逻辑，因为它就是 AI， 所以它就会非常有逻辑的告诉你问题在哪里。对于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改善你之前的作品，然后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创作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有很大的加成，所以我才赶快更新了这支影片。我想说，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自己创作嘛，自媒体创作，想说说不定分享出去，有些人也会受益良多，也不一定。我们先看这支影片好了，我觉得他比我他的节奏抓得比我好，只是唯一他比较可惜的就是他的影片是有点像简报档，不能动。然后我们直接来看。来，我们一起把时间倒转一下，回到差不多100年前的台北大稻埕呢。他还有配音哦，很厉害，而且他的语气跟那个语调，我觉得都比我好很多。唯一比较可惜的就是像他这个字体，他这个字体就会变成，就是虽然中文字体它就会变乱码。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当时啊，那里有个景象，据说让刚到台湾的外国人整个都看傻了眼。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段好像快被大家忘记的一个很酷的城市传奇。真的，你没听错哦。早在1895年，那些刚到台湾的日本官员啊、美国外交官啊，一看到这个景象，简直是吓了一大跳。你想想看，在他们真的，我觉得我认真觉得我可能下一个要学习的东西是加强我的口播。有时候我在剪片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好像讲话看起来有点不是太有自信，然后好像有点在背台词。当然，确实，因为这些东西确实需要背，因为跟历史相关的东西一定要背，所以我要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因为他的语调，我听他的语调就觉得非常的有吸引人。那我们继续。他们眼里，当时的台北街头，怎么到处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很时髦的年轻女生？这在那个年代的亚洲，说真的是几乎不可能看到的景象。所以啦，问题就来了，这些又神秘又漂亮的女生们，到底是什么人啊？到底是什么人啊？超级厉害，我觉得那个语气抓得好棒哦，很像是真人，完全不像是 AI 生成的。好，现在我们把时间的快转钮按下去，修一下，跳到40年后的1935年。你想象一下你走进这间教室，会发现，你看他现在中文字体就有问题，台北夜校艺旦与女给。但它的字是变形的状态，这应该是它可能目前还不太能辨识中文，但是它生成的画面倒是非常的漂亮，就是有点像水彩画。哇，里面全部清一色都是女生哦，但她们可不是什么普通学生哦，她们的身份是当时整个台北最红最抢手的艺旦跟女给。跟你说，这真的不夸张。这间小小的教室里，可以说是聚集了那个时代全台北市所有最顶尖、最出名的职业女性了。这样就更奇怪了吧？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事情，需要把整个城市最闪亮的这些明星级人？这样就很奇怪了。你不觉得他的用语完全就是非常的台湾，非常的在地？所以我那时候原先以为他生成之后偏中国的发音，因为中国会有卷舌音什么之类的，但是他的发音完全是台式的，非常的在地化，我只能这样讲。人物全部找来这里进行秘密训练啊！答案呢，其实就藏在1935年那场可以说是史上最大的一场活动里。这场活动就是始政40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这个博览会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了庆祝他们来台湾统治40年，办的一场超级大 party。他们想超级大 party，跟全世界炫耀说，你看我们把台湾建设得多么现代化。所以可以说，当时整个台湾就好像是他们的一个超大型的展示橱窗一样。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个活动的规模到底有多夸张。在短短50天的展期里面，全台湾，你猜猜看，总共有多少人去参观？答案是吓死人的334万人次。吓死人的334万人次。他不光抓重点，然后他就是在语气、语调上面引人入胜的方式去让你会想要继续听这个故事。我的话，我就觉得真的。他弄得比我好，就是在这方面他弄得比我好。就像我前面讲，他唯一的差别就是他是静态的，而
而不是动态的影片。但是我觉得动态的影片我们可以自己用，我们可以生图、生影片，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就像我之前在那个电影剧本创作那时候，我可以先生图，然后再把它做成影片，然后让它变得有点像电影感的画面。这是完全可以你自己去把它 match 起来，自己去把它整合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工具，让你能加速的工具。我觉得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帮助你，就是更快的去理解很多事情。我们直接看图，感受会更强烈。334万人，这到底是什么概念？跟你说，当时全台湾的总人口也才530万人左右，这就等于是说，有超过一半的台湾人都亲自跑去参加了这场大拜拜。你想想看，这个比例就算放到今天，也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啊。那你想哦，有这么大的商机，大稻埕那些生意头脑很好的商界大佬，像是辜显荣他们，怎么可能放过呢？他们当然是想尽办法先争取的。怎么可能放过呢？对吧？所以我们也不要放过这个 AI 的大潮流，然后不要放过去使用这些东西来帮助你。到在自己的地盘，也就是大稻埕开一个分场馆，可是光有场地不够啊。他们需要一个真正的秘密武器，才能把满满的人潮从主要展场那边吸过来。所以咯，一个超华丽的娱乐计划就这样诞生了。你看哦，他们不只有盛大的游行，甚至还砸大钱从上海请来最顶尖的京剧团。但是最关键、最厉害的一步是，他们决定要打出一张能够代表在地的王牌，就是一个由80位大稻埕最顶尖的艺旦和女给组成的超级表演团体。好了，谜底终于揭晓了。原来啊，那间神秘的夜校根本就是为了这场博览会的表演特别开设的魔鬼训练营啊！这80位女性花了整整好几个月的时间，没日没夜的排练歌舞，就是为了要站上她们人生中可以说是最盛大也最光彩夺目的那个舞台。OK， 讲到这里哦，我们一直提到艺旦跟女给这2个词，你可能心里会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啊？听起来好像有点熟悉，又有点模糊。没关系，听起来好像有点熟悉，又有点模糊。我真的觉得我可以学习他的台词功底，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我们现在就来好好聊一下这2种在当年可以说是最潮、最时尚的职业，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首先，我们先来看艺旦。最简单的理解方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台湾版的艺妓。他们可不是普通人哦，是受过非常非常严格训练的艺术家，从小就要学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什么都要会。在那些有钱商人啊、文人雅士的豪华饭局上，他们就是品味的象征，靠着一身才艺来助兴，地位其实非常高。另一个呢是女给，这个词其实是直接从日文来的，指的就是在咖啡厅啊或者日式沏茶店工作的女生。当时因为西化的关系，这种很时髦的店一家接着一家开，那女给的工作可不只是端端咖啡这么简单哦，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懂得跟客人聊天，要能提供一种陪伴，用他们的魅力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很摩登的社交体验。所以你看，很摩登的社交体验，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词呢？对啊，我觉得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一直查那些资料，那查那些资料的就会比较生硬，怎么讲，比较僵硬一点，就是没有那么的口语化。我觉得我之后可能要想办法把我的台词、把我的内容，把它转换得更口语一些，要不然就会有点像是在念数据报告而已。去吧，艺旦跟女给，他们不单单只是2种不同的工作而已，他们更像是当时整个台湾社会的缩影。一边代表的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而另一边呢，代表的则是那股来势汹汹的全新的现代浪潮。这张比较表就让你看得更清楚了。你看左边的艺旦，他们是精致汉文化的，还有比较表，我下次也要做表格，太厉害了！他把它完全的数据化，更直接的去告诉你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一部他做出来这部影片，绝对会比我做出来的影片更容易让大家去理解。继承人一身才艺是需要花好几年甚至10几年的苦功去练出来的，而右边的女给呢，他们更像是西方摩登文化的代言人，更看重的是你会不会聊天，你的社交手腕高不高明。一个是在传统的酒楼，另一个是在新潮的咖啡厅，完全是2个世界。也就是说啊，他们活动的圈子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旦他们是在那种雕梁画栋的传统酒楼里，服务的对象是事业有成的有钱老板，或是满腹经纶的文人。而女给呢，他们是在灯光比较柔和的咖啡馆，服务的是那些追求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还有年轻学生，提供的是一种可以暂时逃离现实的精神上的安慰。不过说真的，他们的故事之所以这么重要，并不是只因为他们多才多艺或长得漂亮，更关键的一点是，他们的存在等于是为当时的台湾女性打开了一条以前从来没有人走过的道路。你要想一下哦，在那个年代，大部分女生的命运大概就是待在家里结婚生子，相夫教子，就这样过一辈子了。所以像他们这样可以公开露脸，靠自己的本事赚钱的职业，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得了的思想革命啊！这张图就很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社会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台湾第一代真正靠着自己的专业技能走出家庭，实现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他们用自己的选择打破了传统。这一部分的话，我觉得它在数据方面可能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考证一下，因为我讲历史相关的，我不是做历史相关，但是因为我制作的影片跟历史稍微有一点点关系，虽然我不是专业的，但是我觉得你这部分要查一下，因为像它这个图表就写25%，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待商榷啦，我觉得它应该只是随他自己的意思发展出来的。给女生的枷锁，也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改变了整个社会对女生可以做什么的想象。当然啦，在当时那么保守的社会眼光下，他们的工作难免会被人家指指点点，说些闲话。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是，他们真的就是靠自己的才华跟勇气，不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也为后来的女性铺好了一条通往独立自主的路。快100年前，他们用那个时代才有的方式去定义了什么叫做现代女性。这也让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在选择看起来多很多的今天，对我们来说，成为一个现代女性真正的意义到底又是什么呢？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问题。它的最后，你看它的最后还有一个疑问，有没有？今日身为现代女性又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它非常非常厉害的部分就是它呼应了现在，它不光讲了当初的历史小故事，同时也回过头来，然后就是呼应了现代。那这个问题同样也有点像是跟观众说，然后我觉得也会引发观众的思考，外加让观众更有想要在你的留言栏留言的冲动。然后现在它语音生成好了。你好，欢迎收听。想象一下哦，大概100多年前的台北，有日本的官员，还有美国的领事，他们走在大稻埕街上，看到一个景象，吓了一跳，就惊呼说：“这里怎么满街都是漂亮的女人？”您是不是也很好奇，这些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们会让这些外国人这么惊讶？这个画面感很强烈。对呀，等一下，他怎么会是男女？他是不是用等一下我猜他是不是用 podcast 的方式，就是很像有两个主持人，然后去对话这件事情。等一下，那我们继续听一下。我们会特别来看看当时2种很特别的职业女性，义旦还有女给。是，这2种身份确实有代表性。我们这次的讨论呢，主要就是根据一份语音听起来比较像是做 podcast 节目，而且它的时间比较长，17.54。我稍微往后拉一些，看它里面内容。原的本地最顶尖的女性表演人才，资料说大概有80位义旦跟女给。80位？为了这个博览会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密集特训。有听到了吗？其实如果它的速度这速度再加快一点点的话，我觉得就会更像我们平常在说话，平常真人就那种真人对话的模式，我觉得会非常的像。现在真是一个不得了的时代，但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工具，让我等于有了另外一颗的大脑，而且那颗大脑非常的资料库很丰富，然后分析逻辑又比我强。我觉得 AI 还不能取代人，因为它还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人去筛选过的，就像刚刚的字体的问题，然后数据的问题，然后还有资料那些，它就是一个能帮你加速你的流程的一个工具，就是神队友的意思就对了。而且这个队友你暂时还不需要付钱。那我觉得身为创作者的话，现在就是对于筛选内容
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的内容都只是快速生成的话，我觉得不太就变成没有什么特色啊，因为大家全部都是快速生成啊，因为它生成只要几秒钟啊，然后顶多几分钟而已啊。对于创作者而言，我觉得你可能最主要思考的就是要如何制作你的内容，然后它的这个内容是不是有灵魂的内容。虽然说我用了今天这个工具，但我还是不会让它生成影片，我还是想要自己去拍，因为我的内容主要是旅行，然后加上历史的一些小故事，另外就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提供给大家一些反思，就是反思现代社会跟以前社会差别到底在哪里，然后是不是在以前的一些方式一样可以套用到现在呢？我想做的是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旅行不光只是吃喝玩乐，你坐在电脑前面也不叫做旅行，就是坐在电脑前让它生成影片，我觉得这对我而言太无聊了，我不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还是想要就是出去外面去看看这个世界，因为真实的世界还是比起你虚拟世界更吸引我。知道我们的来处才能到达我们的去处，这是我现在的想法。我觉得要了解你的过去，然后你才会更加知道你未来要怎么走。下一集的话是大稻埕系列的 Part 2， 我会带大家去看台湾职业女性第一份工作到底是做什么。不过我相信聪明的你应该也猜出来了。我是莹莹，如果喜欢就订阅，喜欢就分享。那我们下次见，拜拜。